站住！要饭去别处要，皇城重地也是你这种叫花子能靠近的。我入。哎呦，你当这皇城是你家后院呢？穿的连条狗都不如，还大言不惭要进城？这年轻人不要命了，敢在皇城门口闹事，估计是外乡来的逃荒难民，饿疯。赶紧滚！别脏了爷爷们当差的地方！再不滚，打断你的狗腿！你确定要拦我？什么破铜烂铁，黑不溜秋的，还敢拿出来装神弄鬼？很快你就知道。统领大人，你怎么亲自出来了？这里有个不知死活的疯子！末将参见玉公子，属下御下不严，惊扰公子，请公子责罚。参见玉公子。小人有眼无珠，小人狗眼看人低，求公子饶命啊！方才你说让我滚，小人该死，小人真不知道是您老人家，求您把小人当个屁放了吧。统领，末将在。这2个人革职，就在这城门口，杖责50。遵命。来人，扒了这身皮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主子，城里风大，小心着凉。主子，我们入城的消息，靖王府那边应该已经收到了。5年了，大靖的规矩，是时候重新立一立。萧景，当年你欠我的，我要你连本带利吐出。王爷，他既然敢露面，要不要属下立刻带？不急，他一个被废黜的丧家之犬，就算回来了，也是个任人踩踏的废物。今晚就是中秋宫宴，百官齐聚，本王要在所有人面前把他的尊严扒得一干二净。玉元，今晚宫宴，本王定要你好看。哟，大家快来看看，这不是咱们那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玉渊吗？让开，挡我光了。5年不见，你怎的混成这副叫花子模样？坐在这个狗都不待的角落，桌上连块肉都没有。瞧瞧这只金餐，可是靖王殿下昨日刚赏我的，价值连城。你当年那个穷酸样，连根像样的银簪都送不了。真是一落千丈啊！曾经的太子，现在连个女人都不敢踩他一脚，谁让他得罪了靖王呢？活该！你说完了吗？怎么戳到你的痛处了？我告诉你，当年我当众向你退婚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荣华，5年前是谁跪在大雪里抱着我的腿，说此生非我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3年前又是谁为了攀附靖王，亲手将我流放3000里的秘密路线出卖给杀手暗探？血口喷人！大家别信他，他在发疯！这是你当年亲笔写给靖王府的密信，上面还有你的私印，怎么需要我当着面把上面的字一个一个念出？他怎么会拿到这封信？暗阁的人明明说已经销毁了。原来是出卖旧主换来的富贵，这女人心思也太歹毒了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亏她刚才还敢拿出来炫耀。你给我等着！滚！你脏了我的眼。去，买通上酒的宫女，把这包七步散下在玉渊酒壶里。主子，这可是宫宴啊，万一被查出来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闭嘴！让你去就去，除了事我担着。我要他死，现在就去。这么急着让我死，可惜我的脸好痛！毒，有毒！这太监被毒死了！七步散，这是见血脱活的七步散，谁敢在宫宴上投毒？区区七步散
也想取我性命，真是无趣至极。他怎么会知道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杯酒我记下了，来日方长，定当厚报。哎！刘公子，此处是云家内院，外男不得擅入，请你止步。哎呦，你我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还分什么内院外院？别见外嘛。我与刘公子并无婚约，更谈不上是一家人，请自重。装什么清高？你爹早就收了我的聘礼，把你许给我了。今日我便把话撂着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这京城还没我刘昭得不到的女人。来人，送客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脸不要脸！今天老子就先办了你！别碰我！嘿嘿嘿。我的手断了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了他，把他剁碎了喂狗！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不重要，老子是靖王殿下的表亲，我姑母是先帝最宠爱的贵妃。你一个穿粗布麻衣的穷酸，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诛你九族！靖王表亲，很好。即日起，刘昭家族阴风全数削除，所有俸禄即刻停发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当你是谁？当今圣上吗？还消除印封？你这身破衣服加起来值2两银子吗？就凭你一句话，能使唤得动吏部的大人们？真是笑死老子了！少爷，少爷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没规矩的狗东西，叫什么丧？没看到本少爷正在办事儿吗？老爷800里加急送来的信，吏部刚刚下了红头公文。哼，什么狗屁公文，能有多大的事儿？少爷啊，吏部下令削去我们刘家所有的世袭阴封，停发一切俸禄。老爷让您立刻滚回去，说我们刘家完了。大人饶命！是小人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大人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刘家吧。方才是哪只手想碰？小人该死，小人再也不敢了，求大人开恩啊！杖责30，逐出京城。若再踏入京畿半步，杀无赦。走，放开我！叔母妹妹救我！大人饶命啊！叔母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若非公子，今日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哪儿来的狂徒，敢在我云家撒野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大伯，这位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方才刘昭意图轻薄于我。住口！你这不知廉耻的逆女！刘昭乃是你父亲亲自定下的夫婿，何来轻薄一说？
小子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敢破坏我云家与靖王府的联姻，你就是找死！靖王殿下权倾朝野，刘家更是皇亲国戚。你今日打伤了刘公子，若不束手就擒，我云家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以平靖王之怒。联姻，拿家族女子的清白去换取权势，云家也不过是一群摇尾乞怜的断己之犬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我说了，她不愿嫁，便无人能逼她的嫁，哪怕是天王老子也不行。3日之内，我要你们云家上下亲自登门，为逼婚之事向她伏收认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让我们认错？你疯了吧？我云家乃百年世家，你算老几？狂妄至极！3日后，老夫要你在京城死无葬身之地。等我。狂妄，简直是狂妄至极！一个来路不明的野小子，竟敢骑到我们云家头上拉屎！大哥，息怒。这小子虽然狂妄，但手段诡异，连吏部都能使唤，绝非等闲之辈。那又如何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他敢断了我们攀附靖王府的桥，我们就送他下地狱。我已经修书一封，我们立刻派人加急送往靖王府，联合萧瑾设下死局，就说那小子辱骂靖王，意图谋反，靖王心胸狭隘，定会布下天罗地网。3日之内，我们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死无全尸。大伯他们竟然要联合靖王对付公子，靖王权势滔天，公子为了救我卷入这般险境，我绝不能连累。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他。玉渊啊玉渊，你不仅没死在流放的路上，竟然还敢回来坏本王的好事。好得很。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本王就成全你。玉渊，3日后便是你的死期。安哲统领封词，参见主上。参见主上。起。主上，这是天下门阀密电，大靖6部官员的致命把柄，各地藩王暗中积蓄的兵马软肋，已尽数记录在此。5年了，这大晋的朝堂倒是越来越烂了，连一群蝼蚁也敢爬上龙椅旁作威作福。属下一刻不敢懈怠，暗阁3000杀手遍布九州，只等主上一声令下，便可替主上清扫一切障碍。主上，这是各地暗卫兵符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10万精锐可瞬间截断大晋9边咽喉。
这是天下财库密钥，大晋的盐铁、漕运、茶马3路命脉，如今皆在我们掌控之中。5年蛰伏，这盘棋该收网了。请主上示下，咱们这第一刀先砍向谁？靖王萧瑾。萧瑾，3年前就是他勾结苏联之，出卖了主上流放的路线。这几年他结党营私，把持吏部和户部，党羽遍布朝野，简直死有余辜。哼！他既然喜欢权势，我就一点一点敲碎他的骨头，让他亲眼看着自己失去一切。主上，还有一事，我们在靖王府的暗桩传回消息，萧瑾已经和云家长老联手，定下了死局。萧瑾已指使他的心腹当朝御史张崇，准备在明日早朝之上当众弹劾主上，罪名是私自回京，意图谋反。哼，谋反！当年我贵为太子，他用谋反构陷我；如今我一介白衣，他竟然还在用这一套拙劣的把戏。既然他急着找死，那就让他自取其辱。行动！玉渊，5年不见，你这丧家之犬可还认得本官？赵德，当年东宫里负责给我端茶倒水的书吏，不错，正是本官。没想到吧，当年被你踩在脚底下的蝼蚁，如今已是正6品户部主事，是靖王殿下面前的大红人。你当年承诺我的锦绣前程，全是一纸空文。我若是跟着你这个废物去流放，现在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。所以，你选择了背叛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当年你被构陷贪墨，那份致命的假账册，就是本官亲手一笔一画伪造出来的。怎样？你生气了？你愤怒了？哼！可惜呀，你现在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废人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这封折子，半个时辰前已经送到了内阁首辅的案台上。什么东西？你想虚张声势吓唬本官？你过去3年里，贪墨冀州灾粮30万担，伪造通关文书，勾结江南盐商的全部死证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那些账目我做的天衣无缝，连靖王都查不出破绽，你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假的！你诈我！圣旨到，户部主事赵德接旨。户部主事赵德胆大妄为，贪赃枉法，私吞灾粮，罪证确凿，天理难容，即刻削职为民，打入死牢，家产全数抄没入关，钦此。来人，摘了他的乌纱帽。殿下，殿下，我错了，是我猪油蒙了心。求求你，看在当年我在通宫为您磨墨倒茶的往日情分上，你饶我一条狗命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往日情分，你亲手伪造账册将我逼上绝路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情分2字？
拖下去，别脏了我的院子。遵命。不，玉渊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主上，刚收到急报，已经下令全面截断了云家所有的仕途举荐，并且强行封停了云家在江南的盐铁生意。云家现在已是大乱。他敢动云家，我便断他的命脉。传令江南暗阁，1个时辰内肃清盐铁司，靖王的狗一条都不许留。玉渊啊玉渊，你以为弄死一个区区赵德就能翻盘？本王只要稍微动动手指头，掐断云家的盐铁商路，就能让整个云家在3天内断粮。到时候，本王要你们一起跪在地上求我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天塌下来有本王顶着。说，江南盐铁司被端了。说什么？就在半个时辰前，一群自称暗阁的黑衣人直接冲进衙门，把咱们安插在盐铁司的所有心腹全部拿下了。人证、物证、贪墨的账本，全被他们当场查获。如今，江南的盐铁专营权已经被玉渊瞬间夺走，咱们的底牌全没了。玉渊，你欺人太甚！公子，云家在江南的商路奇迹般的全部恢复了，那些封停商铺的官兵全都撤了。我知道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书墨感激不尽。我说过，只要我还在，无人能逼你分毫。好得很。既然他要把本王往死里逼，那本王就拉着他一起下地狱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的皇家百官宴，本王要联合所有人，将他彻底踩死。好茶。大家快看啊！这不是5年前被褫夺储君之位，像条丧家犬一样流放3千里的玉渊吗？还真是他，一个早就被踢出宗籍的罪人，竟然还有脸跑回京城。两位大人快别说了，人家可是去过云家耍过威风的，还真以为自己还是当年那个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呢。诸位爱卿，今日盛宴，来者是客。靖王殿下胸怀宽广，但此等身份低贱的庶民坐在殿内，实在有辱斯文。臣提议将他乱棍打出宫门。臣附议。慢，玉渊，本王念在大家身上都留着本王贵血脉的份上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大声走到任，3字是个是废物，本王就大发慈悲，留你一条狗。听见没有？殿下开恩，还不赶紧滚过去磕头谢恩！跳梁小丑也敢在我面前狂吠。萧瑾，5年不见，你这喜欢做白日梦的毛病倒是一点没改。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跟本王嘴硬！来人，把他的腿给本王打断！先帝遗诏。你说什么？先帝遗诏在此，萧瑾，要不要我当着百官的面给你全文诵读一遍？先帝啊！玉渊，你这乱臣贼子，竟然敢伪造先帝遗诏，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！伪造？萧瑾，你若是瞎了，我不介意找人帮你把眼珠子挖出来。这上面的玉玺大印，你认不出来吗？当年父皇驾崩，根本没有留下任何遗诏，你拿一张破布就想糊弄满朝文武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来人，给本王把这反贼拿下！既然你说没有，那要不要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先帝当年的口谕，以及你生母当年在后宫干的那些龌龊事一字不正的念出来？哎呦喂，两位殿下息怒，先帝遗诏在此，如同先帝亲临，百官不得喧哗，不得无礼呀！
怎么都不说话了？不是赐宴吗？继续喝吧。回府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满朝文武居然被他一张破布吓得跪地求饶，本王的脸都被他们丢尽了。玉渊手里竟然真的有遗诏碎片，若是让他把当年父皇暴毙的真相查出来，本王必死无疑。不能等了，绝对不能再让他活下去。去，拿本王的令牌，调动府里培养的第一高手。今夜务必取下玉渊的项上人头，提着他的脑袋回来见我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臣要弹劾玉渊，此人乃是被褫夺宗籍的流放罪人，未经圣旨私自潜逃回京，此乃大罪。更令人发奇的是，他竟敢勾结江湖组织暗格，把持江南盐铁，胁迫门阀，意图谋逆，其心可诛。臣复议，玉渊所作所为视大晋律法如无物，分明是谋逆之举，请殿下明察。玉渊，面对众位大臣的弹劾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说完了。若是无法自证清白，本王也只能秉公办理，将你下狱。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插翅难逃。我倒有一事想先请教一下张御史。3年前，江南盐商为了拿下专营权，向你张崇行贿白银3万两，这笔钱至今还埋在你在城郊的别院地下。你血口喷！2年前，你利用吏部考核的漏洞卖官鬻贵，一个偏远县令的位子，你明码标价5000两。去年大旱，你更是胆大包天，贪墨赈灾2款，导致数千灾民活活饿死。这些够不够你撕上100次？这都是诬冒，你没有证据，这是你捏造的。证据，每一笔赃款的去向，我都查得清清楚楚。你要人证是吧？传证人。立刻革去顶戴花翎，拖出去，严惩不贷。还有谁要弹劾我？今夜必须让他死，哪怕玉石俱焚。空闯，中计了！哼，晋王府养的狗，鼻子倒是不太灵敏，等你多时了。落到你们手里，算我倒霉！要杀便杀，休想从我嘴里掏出半个字。既然他不肯说，那就把他的皮剥下来，同那把淬毒的刀一起打包送去晋王府。我说，是晋王殿下指使我来的，他下的是死命令，今夜必须取你项上人头。就凭你这种废物，也配取主上的性命？放开他！主上，就这么放他走？回去告诉萧景，下次派人来之前，先掂量掂量自己还有几条命。滚！萧景，恐惧的滋味，这才刚刚开始。玉公子，云家有眼无珠，3日前多有冒犯，今日全族登门，跪求公子宽恕。3日前，是谁说要让我身败名裂，死无全身？是老朽昏聩，老朽口出狂言，老朽该死，求公子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饶恕云家这一次吧。又是谁说云家乃是开国功勋之后，在这大晋皇城内，无人敢动你们半毫？云家知错了，云家彻底知错了，求公子高抬贵手，庇护云家。殿下，公子，云家已知错，他们虽犯下大错，但毕竟是疏迷的血脉至亲，求您给他们一次机会。看在舒玉的面子上，都起来吧。从今往后，云家有我庇护，
但这规矩得由我来定。若再有两面三刀、手鼠左右之举，绝无二心。云家上下从今往后誓死追随公子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玉渊，那个被流放了5年的废物，竟然真的让云家这等门阀跪服了。夫人，咱们原定是去云家施压的，现在还去？不去云家了。靖王如今大势已去，连云家都倒戈了，我绝不能跟着他一起陪葬。那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备下最丰厚的重礼，把本夫人那套点翠头脉拿出来，立刻调转方向，我要亲自登门去见元老。是。男人嘛，总是念旧情的，只要我稍加示弱，他必定会对我旧情复燃。这大晋未来的天下，还得有我苏炼纸的一份。元老，多年不见，你清瘦了许多，这些年在外头，定是受了不少苦吧？谁放你进来的？元老，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怨我，可当年的事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靖王权势滔天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若是反抗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嘿，这不是靖王府里的那位侧妃吗？怎么跑来求这位爷了？听说当年他为了荣华富贵，出卖了人家，现在看人家有本事了，又厚着脸皮来攀附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渊郎，这是当年你离开时送我的定情玉佩，这么多年我一直贴身珍藏着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立刻离开靖王府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可好？苏炼纸，你真以为当年那些肮脏事我一无所知吗？5年前，你跪在东宫阶下，指天发誓说此生非我不嫁，我信了。我那时是真心的，元老，你相信我。3年前，你亲手将我的流放路线高价卖给了萧瑾的暗探，致使我遭遇8次伏击。那是靖王逼我的，我如果不那么做，他会杀了我全家。2年前，你为了讨好萧瑾，私自拿钱买凶，派人追杀我流放途中的舅。他们3个人全被乱刀砍死。你身上背着3条人命，你拿什么跟我重新开始？把玉佩给我。元老，你还是念旧情的，对不对？碎了的东西便该扔掉。风辞，送客。是。靖王侧妃，请吧，别脏了我们府上的地。活该！攀附权贵的势利眼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背负着人命还敢来求复合，这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！滚出去！雨渊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雨渊，你敢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把我的脸踩在脚下？既然你不让我活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夫人，咱们现在回靖王府吗？回什么靖王府？去科举主考官周大人府上。你不是费尽心机想要掌控即将到来的恩科吗？我这就去周大人那里下点猛药。我要让你连考场的门都进不去，让你身败名裂！周大人，靖王殿下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周大人，
今年的科举取士权必须牢牢握在您手里，绝不能让玉渊插手。夫人，玉渊最近在京城风头正盛，连云家都向他低头了。此事恐怕有风险。怎么，周大人怕了一个流放回来的废物？靖王殿下说了，只要大人办成此事，日后吏部尚书之位非您莫属。吏部尚书，可是玉渊背后似乎还有一股极强的势力，我怕。你是什么人？来人啊！这是暗阁之主的。我家主上说了，科举主考的权柄他要了。周大人，你是想做吏部尚书，还是想今晚就全家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周大人，别听他虚张声势，快叫护卫！闭嘴！周大人，你去哪儿？那不是曾经的太子吗？他怎么敢站在贡院正门前？嘘，听说他现在手段狠辣，连靖王都敢惹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玉公子，下官周文渊特来呈递恩科主考权柄文书，愿凭公子调。周文渊，你疯了吗？你可是靖王殿下的人，你敢背叛殿下？靖王那边的盟约呢？在下官身上。靖王盟书已如废纸，周某只忠于朝廷，绝不与奸逆同流合污。你们，萧瑾，你的狗，我已经替你换了绳子。周文渊，你竟敢背叛本王！你不要命了吗？科举取士乃国之根本，当由有德者掌之。下官不过是秉公办理。好一个秉公办理！萧姐，科举权已在我手，你若不服，大可入宫面圣，在这儿耍什么威风？殿下息怒，是那个暗卫拿出了奇怪的令牌，周大人他……废物！本王养你这条狗有什么用？连个主考官都看不住，滚！殿下饶命！奇耻大辱！玉渊那个废太子竟敢当众打本王的脸！殿下息怒，玉渊最近确实太狂妄了。他不仅夺了盐铁司，现在连恩科都想插手。若是让他彻底站稳脚跟，我们在座的各位恐怕都没好好日子过。不错，云家现在也彻底倒向了他。云家的商后正在大肆侵吞我们的生。本王今夜召集诸位，就是为了此事。我要你们10家立刻联手，彻底切断玉渊和云家在京城的所有人脉和生意。殿下放心，我们10家同气连枝，掌控大境半数以上的商铺和货源。只要我们一句话，玉渊的商号连1粒米都买不到。玉渊，本王要让你在京城寸步难行，生不如死！诸位，干！公子，10大门阀联合发难，封锁了所有进出京城的商道。咱们12家商铺货源全被切断，伙计们无事可做，
每日都在亏损流水般的银子啊！主上，暗折传来消息，10大门阀达成了10家联盟，铁了心要用财力把我们和云家困死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半月，商号就要全盘崩溃。比财力，他们也配。风辞，传令江南暗地，立刻动用当地暗桩，切断这10家门阀在江南封地的所有赋税上交。通知沿线漕运，扣押他们所有的商船，1尺布、1粒粮都不准运出来。釜底抽薪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打蛇打7寸，我要你们的命脉瞬间灰飞烟灭。玉公子，我等有眼无珠，受了靖王的蛊惑，冒犯了公子。公子高抬贵手啊！朝廷下了加急文书，说我们抗缴赋税，要收回祖传的封地。江南的钱庄也全被兑空了，银根断裂，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求公子宽恕，只要公子撤回暗阁的人，我们愿给公子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，你们的骨头太软，配不上我的马厩。公子，回去告诉你们族中的人，10日之内，把你们这些年与靖王勾结、贪赃枉法的账目一笔不落的送到我这里，并即刻解散10家联盟，少了一样，10日后按谋逆罪论处，满门抄斩。多谢公子不杀之恩，多谢公子，我们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主上，为何不直接斩草除根？留着他们，才能反咬萧瑾最后一口致命的肉。关门。殿下，门阀的人传信来说，联盟解散了。他们还说，以后不准王府的人再踏入他们府门半步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钱庄，我的势力，全没了。玉渊，你真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玉渊，你以为你赢定了？你断本王财路，毁本王根基。本王明日便带着这份文书去云家提亲，倒要看看你如何护住你的女人。云书苗，看清楚了！这是3年前你父亲亲笔签下的联姻意向书，上头不仅有他的签字，还有你们云家长老的私印。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今日，本王就是来接我的王妃过门的，谁敢阻拦，杀无赦！靖王殿下
3年前我父亲早已重病昏迷，连笔都握不住，如何能签下这份婚约？这分明是你走投无路、狗急跳墙伪造的废纸。是不是废纸，由不得你说了算。只要有这官印在，你生是靖王府的人，死是靖王府的鬼。来人，把王妃给我绑回去！我的女人，你也敢碰？玉渊，你来得正好。本王手中握着云家亲自签下的婚书，名正言顺。你若是敢阻拦，便是强抢弟妹。本王要到金銮殿上告你个死罪。3年前的婚书，萧姐，你就算要造假，也该多下点本钱。这纸张质地细腻，透光隐有暗纹，乃是今年刚从江南贡入京城的顶级雪浪纸。3年前，大晋根本没有这种纸。再看这墨迹，3年时间早该干抠沉淀，而你这份婚书上的墨，甚至连纸背都没透过去。萧瑾，5年前你伪造账册陷害我流放，如今还用这种低劣手段，你的长进全为了狗吗？你闭嘴！闭嘴！本王是当朝晋王，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，把他给我剁成肉泥！殿下，不好了！北京藩王李振率领3000体强闯城门，已经入京。听见没有？李振入京了！他可是手握5万大军的北京猛虎。玉渊，你一个被废的流放犯，拿什么跟实权藩王斗？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！都说这京城里出了个手眼通天的活阎王，连靖王都被他踩在脚底。本王今日倒要看看他究竟是长了3头6臂，还是在这装神弄鬼。去，把门给本王砸开！滚开！王爷大驾也敢拦路找死！好狂的口气！本王的刀下从不斩无名之鬼。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放开王爷！全体冲锋，踏平这trận！李振，你的兵似乎不太懂规矩。你就是玉渊，有种你杀了我，我那5万北京大军定会将这京城杀得血流成河！5万大军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王爷，这是兵部连夜发出的800里加急军报，写了什么？念！上面说，北境藩镇拥兵自重，即日起削去1半封地，收编3万兵马。印章是兵部尚书和暗格的血印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暗格，你居然是暗格之主！罪臣李振有眼无珠，冒犯主上。今日愿交出北京全府兵符，誓死效忠主上。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兵符我收了，回去告诉你的将领，大境的规矩从今天起由我来定。再有抗命者，就不是削藩这么简单。罪臣明白，多谢主上不杀之恩。滚回北京。兵权已握，萧瑾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李振投降了，他手握重兵，
竟然连打都不敢打，直接交了兵符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殿下息怒啊！玉渊如今手握暗格与兵权，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，不如暂避锋芒。避！本王是储君，凭什么向一个废太子低头？他不是喜欢收买人心吗？传令下去，强行打开京城4大粮仓，本王要亲自放粮施粥。殿下不可啊！京城今年风调雨顺，并无灾情，此时强开官仓，那是违背祖制的重罪。只要百姓念着本王的好，民心就在我手里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到，本王才是那个仁德之君，而他玉渊只是个带来血雨清风的屠夫。去办！靖王殿下真是活菩萨转世啊！是啊，这才是我们大靖未来的明君，比那些只会杀人的权臣强10000倍。主上，萧简疯，他无故强开官仓施粥，正满城造势，试图用虚假的民心来抹黑你。民心？用朝廷的粮仓买他自己的名声？他既然这么想当普度众生的善人，那就传令暗格，切断靖王府所有的地下钱庄和商铺。我要让他把这些年贪墨的家底连本带利全都给我吐出来！主上，在城南施的粥，用的全是这种连牲口都不吃的发霉陈粮，他这是把京城百姓当傻子糊弄。很好。前年黄河水坏，朝廷下拨50万两赈灾银，紫灰银经手的账目上实发却只有20万两，剩下的30万两全被他换成了这些烂仓底的霉米。去准备朝服，明日早朝。我要送咱们这位靖王殿下一份大礼。陛下，臣近日见京中偶有流民，心中实在不忍，便自掏腰包，连设7日粥堂。如今全城百姓无不感念陛下皇恩浩荡。靖王殿下仁德爱民，实乃社稷之福。靖王殿下自掏腰包，这话说的，连您自己都不信吧？放肆！朝堂之上，岂容你这等口出狂言之徒！户部原始账册在此，前年黄河水坏，不翼而飞的30万两赈灾银，全被你换成了这些发霉的陈草底料。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这是陷害。你是你靖王府放的，账是你靖王府记的，铁证如山，何来陷害？你竟敢用霉米充当善款，欺上瞒下，贪墨巨款！传旨，罚靖王闭门思过3月，罚俸1年，没有朕的旨意，半步不得走出王府。闭门思过，你敢断本王的活路？如今户部和兵权都在他手里，我们斗不过的，忍一时，风平浪静啊！忍！本王是储君，传令下去，把司库里剩下的所有银子全都给本王搬去各大粮铺。本王要垄断京城的粮价，我要让他买不到1粒米，背上逼死百姓的千古骂名。1担10两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求求你们，我家孩子3天没吃饭了，便宜点卖吧。滚滚滚！整个京城的粮都在咱们王爷手里，嫌贵，去啃树皮呀！奉玉公子手令，即刻查封靖王府司库。
同时冻结靖王府名下所有钱庄账户，王府关联的所有资金，一文钱也不许动，违者杀无赦。靖王的钱被冻结了，快把米价降下来，1石1两，不，2两也卖。我的钱庄，我的私库，全被冻结了。雨渊，你真当本王是任你拿捏的死狗吗？去，传令所有死士立刻封锁京城所有水陆官道，只要是运往玉渊府邸的物资，统统给我拦下来！敢反抗的，就地格杀！主上，萧劲狗急跳墙了，他派出死士强行封锁了城门，大批运往我们商铺的商队被暴力截停，城外已经乱作一团。垂死挣扎。他封锁京城，我便封锁天下。传令两淮江南各道漕运总督，即刻起禁运靖王府一切产业，我要让他寸步难行。奉谕子令，奉谕公子令，靖王府名下所有货物，全国漕运一律禁运，即刻卸货，违抗者就地正法。云小姐，玉渊现在自顾不暇，你若是肯乖乖从了本公子，我周国公府保你一世荣华。你别过来！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世子，我周家世袭罔替，你敢动我？周国公府纵子行凶，德不配位，即日起削去周家世袭爵位，全族逐出京城，永不录用。玉公子饶命，小人有眼无珠，求您开恩啊！你为了公敢将把雨收给有了害人啊！殿下，我等当年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求殿下念在旧情的份上，留我们一条活路。让他们跪着，立立规矩。公子，您终于肯见我们了，求公子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！当年若不是受了靖王萧瑾的胁迫，我们万万不敢出卖公子啊！我们知错了。胁迫，封词：张环，启康3年出卖东宫布防图，收受靖王白银3000两，城西进项宅院一座。李崇启康4年伪造构陷文书至主上流放，换取太仆寺少卿之位，外加黄金500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污蔑！你们每一个人拿了多少银子，换了什么官职？这上面一笔不差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胁迫。传我指令，这17人即刻褫夺官身，全天下官场永久封杀。下官领命，其子孙3代永不录用，不得参加科举。公子，不要啊！公。主上，门外的人已经全部清理干净。另外，暗卫刚刚传来急报，西域使臣团今日清晨已入京。西域是使臣团一行30余人，纵马踩踏百姓摊位。那主乌苏拔甚至是在城门口当众狂言，说大晋朝堂无人，全是一群软。既然他们觉得大晋无人，
那明日早朝便教教他们，在这片土地上该怎么低头。什么破酒也敢拿来糊弄本使？你们大晋难道连个能站着说话的人物都没有？明日朝会，本使倒要看看大晋的皇帝小儿怎么求着咱们西域做买卖。西域乌孙国使臣乌孙拔见过大晋皇帝。使臣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我主派本使来，只为一件事。大晋必须立刻无条件恢复西域互市，茶马贸易绝不能断。若大晋执意封锁关隘，我西域30万铁骑随时可以来扣关。怎么？刚才本使进来时，看到诸位大人个个穿红挂紫，威风得很。现在怎么全成了哑巴？原来大晋的朝堂真是一个能管事的都没有。你要看个什么护士？哼，连身朝服都没有，也配和本使说话？你能做大晋的主？西域每年从我大晋购买多少茶叶？大约3万担。每年卖给我朝多少两马？1万匹左右。问这个做什么？3万担茶换1万匹马。西域本就是苦寒之地，不产一片茶叶。若我大晋彻底断了茶马贸易，不出3个月，西域的茶价会暴涨多少倍？10倍，还是20倍？茶价一涨，你们西域各部族买不起茶，牧民必然暴露。到那时，不用我大晋出一兵一卒，你们西域自己就会先杀个血流成河。你敢威胁本使？这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陛下，西域使臣既无诚意，臣提议即日起断绝边境一切互市，封锁所有关隘，片茶不得出关。准。等等！外臣知错，于大人息怒，有话好商量。大晋的朝堂还轮不到外人来撒野。回去告诉你们国主，户食可以开，但从今往后，买多少卖多少，价钱几何，规矩由大晋来定。是，外臣一定将大人的话一字不差地带回西域，一切全听大晋的安排。萧瑾，看着吧，这天下全部，我如何一步步收？他凭什么？一个被流放5年的废太子，凭什么几句话就把西域使臣治得服服帖帖？父皇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本王的太子之位还要不要了？殿下息怒，玉渊再厉害，也终究是个人，只要是人，就有弱点。你懂什么？他现在手握暗格，背后还有户部吏部撑腰，本王拿什么抓他的破绽？殿下，我曾在玉渊身边待过，我熟悉他府邸的布局。我听说他每天都会在书房里谋划全局，所有的底牌和计划都写在了一卷名为《朝堂秘册》的帛书上。只要我今晚潜入他的书房，把秘册偷出来，殿下就能抢先一步将他置于死地。找到了，玉渊，
你这次死定了！主上说的对，这蠢货果然自己要够了。第一步，掌控盐铁；第二步，收服江南织造局；第三步，拉拢禁军副统领。好啊！这上面把玉渊未来的每一步棋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殿下，只要我们按着这秘策，处处抢在玉渊前面下手，他还有什么路可走？传本王命令，立刻派人带着本王的手令去江南，全面接管江南织造局。殿下英明，你带上10万两银票，今夜就去醉仙楼，务必把禁军副统领给本王拿下。看清楚了，这是靖王殿下的手令。从今天起，这江南织造局就是我们靖王府说了算。户部奉命查办江南织造局贪墨大案，闲杂人等一律拿下。你们敢抓我？我是靖王！抓的就是靖王的人，带走。殿下，去接管织造局的人马刚一进门就被户部的人一网打尽了。去拉拢禁军副统领的人，连酒杯都没端起来，就被玉渊的暗格当场抓获，连10万两银票也被抄走了。不可能，秘册是我亲手偷的。殿下，那帛书上写的每一步，咱们走过去，全撞在了玉渊早就布置好的刀刃上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册。这不是秘册，这是他给本王设下的死局啊！诸位大人，玉渊的手段你们都看到了，他不仅要断本王的财路，更是要将咱们这些老功臣赶尽杀绝。再退让下去，咱们全都要死无葬身之地。殿下，那玉渊手眼通天，咱们现在还能怎么办？这是本王最后的家底。只要诸位大人答应本王，明日早朝联合发难。不管明日玉渊在朝堂上提出什么奏折，推举什么官员，你们6部必须集体否决。只要咱们抱团，就能在朝堂上彻底架空他。可是殿下，这等于是在朝堂上公然逼宫啊！陛下那边，父皇老了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法不责众，父皇也只能妥协。干不干？不干，咱们就一起等死。主上，一切如您所料，萧瑾连续折损了3路人马，损失白银数10万两，已经彻底狗急抬墙了。暗卫刚刚探查到，今夜多位6部元老秘密潜入了靖王府密室。6部元老，看来他是打算在明日早厨上做最后的挣扎了。主上，要不要属下今夜就去？不急，既然要立规矩，就要在全天下人的面前立，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萧瑾，你以为你的垂死挣扎能改变什么？不过是加速你的灭亡罢了。既然他把最后的底牌都亮出来了，明日早朝便送他上路。陛下，臣有3本奏折上呈。1请整顿吏治，2请清查户部历年亏空，3请整饬禁军，重定兵籍。父皇且慢，
玉渊所奏三事，动摇国本，绝不可轻下定乱。臣请将奏折发回六部，从长计议。臣复议靖王，吏治整顿，吏部尚未准备妥当，仓促行事必生大乱。户部账目繁杂，清查亏空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晋军关乎京城安危，此时重定兵籍，时机未到。这三部皆言不可。玉渊，你作何解？三位大人，确定要在这金銮殿上与靖王共进退？老臣只是秉公而言，为大晋社稷着想。好一个秉公而言！张尚书，上月初3，你与靖王府幕僚在醉仙楼密会，收受白银5万两，保下3名贪官，这账册上记得清清楚楚。李侍郎，户部去年亏空的80万两，有30万两流进了你的私库，银票的票根就在你眼前。陛下，陛下饶命！至于你，小旧木目不识丁，凭什么能当上禁军副统领？难道凭他送进靖王府的那对玉如意？你这是污蔑，这是伪造的证据，父皇不能信他。启禀陛下，先帝时期，吏户兵3部老尚书奉诏上殿。老臣等3人愿以毕生清明担保，玉公子所奏3事，皆为刮骨疗毒、挽救社稷之必须。这丝帛上有30余位至死老臣的联名赞同血印，请陛下过目。好一个从长计议！先帝旧臣联名保举，朕看谁还敢反对？玉渊所奏即刻准奏，张尚书等人打入死牢，严加审问。靖王殿下，你这副牌烂透了。3个老不死的，竟然把先帝的旧部都搬出来了。他玉渊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能在朝堂上呼风唤？殿下，咱们在6部的人几乎被连根拔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本王还没输。这些金子，你们拿去分了。明日早朝，哪怕是鱼死网破，也要将他彻底咬死。他不死，你们全家老小一个都活不成。听明白了吗？愿为殿下受死。陛下，京畿防务关乎皇城安危，臣奏请即刻更换9门守将，由兵部重新选拔考核。臣反对！9门守将劳苦功高，无故更换，必致军心大乱。玉渊此举分明是安插亲信，图谋不轨。臣复议，玉渊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玉渊，你看看，满朝文武，谁能容你这般胡作非为？靖王殿下，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。赵大人，去年秋闱，你收受13名考生白银6万5千两，导致江南学子集体落榜，这笔买命钱，花的可还心安？你血口喷人！这是那13名考生的联名血书。
周大人，去年你谎报辖区旱灾，骗取朝廷赈灾银10万两，致使3万灾民饿死街头，尸骨无存。于公子饶命，微臣是被逼的，是。不用狡辩了，这13个人受贿、贪墨、买官卖爵，桩桩件件皆是十恶不赦的死罪。陛下，这13人的认罪文书与铁证全在册中，请陛下圣裁。混账东西，给朕全部革职查办，秋后问斩。王殿下，靖王殿下，救我！殿下救我呀！玉渊，你竟敢断我所有生路！主上，出事了！京城赵、周、孙3大门阀为了向靖王表忠心，集结了数百家丁，正在打砸云家商号，云家掌柜被打成重伤。动云家，便是动我。传令，全员出动！我要这3家今天在京城彻底除名。砸！给老子狠狠的砸！云家得罪了靖王，以后这京城的生意，你们1文钱也别想赚！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云家绝不低头。哟，小美人还挺硬气，今天大爷就教教你规矩。现炸！回去告诉赵、周、孙3位家主，限他们1个时辰内滚到这里跪地请罪，过时不候。多谢。夫人受惊了，主上说，接下来的事交。1个时辰去下跪。他玉渊以为自己是皇帝老儿，老夫在京城根深蒂固，靖王殿下护着我们，怕他个毛！就是虚张声势罢了。1个时辰到了，奉主上令，吏部下发查封文书，赵州13三家即刻脱夺官职，贬为庶民。户部听令，抄家，所有资产一律查封。不可能，靖王殿下不会不管我们的。靖王，他现在自身难保了，滚！今晚压轴的宝贝，本王包了，谁敢跟本王抢，就是找死！压轴珍宝盘龙白玉杯，起拍价10万两白银。20万两，本王倒要看看，今晚谁敢不给靖王府面子。30万两，40万两。玉渊，你不过是个流放回来的罪人，拿什么跟本王斗？50万两。殿下，咱们把王府的家底都掏空了，也只凑了45万两。闭嘴！50万两成交，恭喜玉公子！玉渊，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拿着这个去找那个人，告诉他，蛰伏了这么多年，是时候给本王咬断玉渊的喉咙了。是，殿下，属下定将信物送达内应手。陛下，臣奏请增设御史台巡查舍，专职监察，把京中权贵及各路藩王，以正朝纲。萧瑾，你终于舍得动用这枚废棋了。
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臣弹劾靖王萧瑾结党营私，意图谋逆。刘侍郎，你疯了吗？你敢攀咬本王？靖王殿下，这是你昨夜派人送给微臣的谋逆信物，你还想抵赖？这不可能！你是本王的人，你收了本王8年的银子。萧瑾，你引以为傲的底牌，不过是我8年前亲手安插在你身边的暗柱。你这8年走的每一步，都在我的棋盘之上。这上面每一封都是你萧瑾招兵买马、图谋造反的铁证。萧瑾谋逆，铁证如山，即刻革去所有爵位，终生圈禁靖王府，无诏不得踏出半步。于渊，你不得好死！本王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快烧！快烧！把靖王府的名帖全烧了，别留下半点痕迹。主上，这是当年构陷您的那份底稿。萧瑾虽然倒了，但当年的账还没算完。明天，我要让当年所有参与这场冤案的人血债血偿。萧瑾，5年前你何腾罪名构建于我，今日该算总账了。成王败寇，本王已是死罪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当年弹劾我私通外邦的草稿，上面的朱笔批注，罪证确凿流放岭南，可是你的亲笔。这不可能，当年的东西早烧了，你伪造物证。伪造？这是你当年与边关守将往来，指使他伪造我通敌误账的密信，上面盖着你的私印，全是假的！你休想往本王身上泼脏水！封词，带人。罪将周通5年前受萧瑾指使，伪造通敌读书，构陷玉渊公子。罪将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句句属实。周通，你竟然没死！你这个叛徒，你敢反咬本王！你为灭口，杀我全家30口，我苟延残喘5年，就是为了今天扒了你的皮。当年参与构陷的官员供词，被收买的异族证言全在这里，人证物证俱全萧瑾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知罪，臣是一时糊涂，臣愿供出所有同党，求陛下留臣一条狗命啊！同党？你那些散布在6部的37名同党，昨夜已被暗阁尽数押入死牢，不日处斩。萧瑾构陷皇嗣，罪驳身份，废为庶人，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臣等恭贺公子沉冤得雪！恭贺公子沉冤得雪！恭贺公子沉冤得雪！主上，暗阁急报，萧瑾虽下狱，但他留京的几个远亲旁支狗急跳墙，正在城南披壁宅院密谋。一群跳梁小丑也敢作乱？他们雇佣了江湖刀客，企图明日申时在柳巷劫持云姑娘，以此报复主上。传令暗阁，一个不留。雨渊那小畜生害得咱们家破人亡，明日申时，云淑轩必经柳巷，给我把他绑了！我要当着玉渊的面把他的女人千刀万剐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只要钱给够，这小娘们插翅难飞。什么人？送你们上路的人。胆敢打云姑娘的主意，你们的9族到头了，全部带走！
萧氏余孽，密谋绑架，罪恶滔天。奉御公子令，涉事者抄没家产，全族发配极北苦寒之地，永不录用。这群祸害，早就该有今天。御公子英明。听闻昨夜城南生变，若非公子提前洞察，疏于恐遭不测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我既许你护你周全，便绝不食言。从今往后，这天下无人再敢动你一根头发。主上，京城内的残余势力已全数肃清，无人再敢造次。5年了，大晋的朝堂烂透了。传令下去，明日金銮殿召开大朝会，我要立立这朝堂的规矩。今日大朝会，我只颁3道政令。第一，整顿吏治，3年一考，贪墨者抄家，徇私者流放。吏部遵令。第二，清查天下田亩，豪门隐匿田产者，限期自首，逾期不报，家主同罪。户部遵令。第三，收归兵权，天下兵马统归朝廷调配，任何人不得私自续缴。兵部遵令。从今日起，大晋的规矩由我来定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斩。禁军3万将士，愿誓死效忠御公子。谨遵公子之令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的大好江山全没了。他做到了，他真的把所有人都踩在了脚下下。我当初为什么要背叛？放肆！收老子的兵员！他在京城作威作福也就罢了，手还敢伸到北境来！王爷，咱们在北境出生入死，凭什么听一个黄毛小子的？黄口小儿也敢夺权！传令3军集结铁骑，随本王入京，向他讨个说法。开城门，叫玉渊滚出来见本王。就凭你一个奴才，也想当本王的铁骑？玉渊是不是怕的不敢出来了？我家主子说了，今日本是来收兵权的。你们若不交兵权，便交脑袋！狂妄！就凭你！来人，给我踏平这城门！王爷，我们被包围了，全是安阁杀手。我等愿交兵权。全部收押，接管虎符。主上，北境防务已由暗阁全面接管，天下兵马进入主上掌中。办得好，退下吧。公子连日操劳，喝口汤休息片刻吧。我说过，以后这些下人做的事，你无需再做。淑瑜只是想为公子做些什么，如今朝堂清明，大局已定，公子
终于不用再涉险了。天下大势已定，从今往后，你只做一件事。何事？站在我身边，做我大晋唯一的太子妃。老臣等恳请殿下归位。恳请殿下归位，恢复嫡太子名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皇长子玉渊忠孝仁德，沉冤得雪，即日起恢复嫡太子名分，重展东宫，钦此。老臣等叩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。诸位大人，平身。5年的苦难，他终于拿回了属于他的一切。喏，你的饭，爱吃不吃。就这些，这是人吃的吗？你以为你还是靖王侧妃？靖王都已经被圈进死牢了，你个冷宫罪妇还敢摆谱？还敢闹事！进了冷宫就是最下等的贱婢。嬷嬷，您不知道，外头都在传。玉公子今日正式恢复太子名分了。当年他要是没背叛玉公子，现在穿凤冠霞帼的太子妃就是他了。不，太子妃，那本该是我的位置。殿下，暗阁急报，萧景虽被圈禁，但他暗中安插的死士正在城南废宅集结，企图在3日后的东宫宴会上给殿下投毒。垂死挣扎，传姑的命令，1日之内全部清剿。一个不留。靖王殿下虽败，但只要3日后咱们的人在东宫宴席上下了毒，玉渊必死无疑。什么人？要你们命的人！供出东宫的内应，留你全尸。我说，内应是东宫杂役房的刘二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东宫的人！鹤顶红，萧瑾的狗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大人饶命，都是靖王余孽逼我的。人赃并获，带下去严加看管。17名残党，1天内被连根拔起。萧瑾，你彻底没牌了。臣等先前受小人蒙蔽，未能及时迎回殿下，罪该万死。今后必当对殿下肝脑涂地。愿为殿下肝脑涂地。诸位的忠心，孤收下了，但从今往后，这朝堂的规矩，得按姑的来。顺姑者昌，逆姑者亡。收印。吏部听令，天下官员考核3月内必须完成，不合格者一律罢黜。臣遵旨。户部听令，天下田亩半年内清查完毕，隐田不报者，田产充公。兵部1年内，姑要看到一支彻底重组的天下兵马。臣等领命。退。殿下，云家长老昨日又来找我，想借我的名义向您攀附求情，我已将他们全数赶回去了。做得好，不必理会那些趋炎附势之。姑说过，只要有姑在，
这天下再无一人敢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哪怕他杀伐天下，但对我的这份温柔却从未变过。殿下，暗网探得确切消息，六部中有9名层官员暗中串联，企图阳奉阴违，架空您的新政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传孤军令，3日之内将这9人全部拿下，严惩不贷。放肆！本官乃吏部侍郎，你们暗阁竟敢擅闯六部重地！抓的就是你！你暗中串联户部、州级等人，抵制太子新政，真当暗阁的刀不利吗？大人饶命！这都是靖王旧部暗中指使我干的，我是受人蛊惑啊！勾结逆党，抵拒新政，全部剥夺官职，流放3000里，抄家，子孙永不录用。殿下开恩！殿下饶命啊！这般雷霆杀法，你怕吗？殿下所做皆是为了这天下规矩，淑贤只愿生死追随，绝无惧意。殿下，暗阁追查了整整5年，当年出卖您导致您流放的最后一批叛徒，已在岭南、漠北、东海3地全部锁定。传令暗阁，天涯海角，一个不留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暗阁。张环，5年前你贪图3000两银子，出卖太子殿下的行军路线，这笔血债今日该还了。殿下，5年前伪造文书的李崇，出卖布防图的王昌等7人，已全部押解回京，正在受刑。不用留情，依大晋律法，严惩不贷，剥夺其子孙3代为官资格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。5年的沉冤，今日终于彻底洗刷干净了。末将参见太子殿下。3万禁军已整顿完毕，请殿下阅兵。参见太子殿下，愿为殿下效死。区区京城兵马还不够，我要的是天下兵马，皆归东宫。愿为殿下效死，愿为殿下效死。 5年的隐忍，终于到了让这天下彻底臣服的时刻。殿下，京城生变，各大门阀族长联合起来，带着各家盛装打扮的嫡女，此刻正齐聚东宫正门外。进献嫡女，他们声称要为殿下充实东宫，实则是在抗拒殿下推行的新政，企图通过联姻重新渗透并架空东宫的权力。一群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老骨头，既然他们急着找死，姑就成全他们。回宫，今日姑要让他们彻底断了这荒唐的念头。 只要咱们的女儿进了东宫，枕头风一吹，那收归田亩和兵权的新政，还不是咱们说了算？正是，他玉渊再狠，也得靠咱们这些门阀世家来稳固朝堂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
臣等感念殿下劳苦，特在族中精挑细选了才貌双全的嫡女，愿侍奉殿下左右。民女愿为殿下铺床叠被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在东宫门前犬吠？殿下，东宫不可无妃，臣等也是为了大晋的江山社稷着想啊。孤的太子妃，唯有云舒梅一人。谁再敢拿婚事做文章，妄图染指东宫规矩，斩！殿下，门阀族长们已被殿下的杀意震慑，方才全都脸色铁青的带着嫡女灰溜溜的退散了。一群只会耍后宅手段的废物。新政推行的如何了？禀殿下，吏部和户部推进顺利，半月内已清查引田60万名，罢黜贪官1300余人。兵部那边呢？兵部收权遭遇了极大阻力，尤其是边地的几位藩王，不仅拒不上交兵符，反而暗中串联，封锁了驿道，我们的政令根本传不进去。哼！既然他们敬酒不吃，那姑就亲自给他们倒杯罚酒。殿下雷霆手段清扫贪官，如今京城百姓都在暗中呈颂殿下的英明。天下传颂不重要，东宫的规矩才重要。姑要的是这天下再无一人敢生异心。800里加急！平阳王、冀北王、汝南王聚焦兵权，联合骑兵5万，已渡过漳河，直逼京城。5万精锐铁骑啊！咱们京城守军怎么挡得住？殿下，叛军势大，微臣恳请殿下立刻下令调集各地驻军进京擒王。是啊，殿下，或者暂缓收归兵权的新政，先安抚住3位藩王，以求妥协啊！妥协？一群酒囊饭坛，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妥协2字。可那是5万大军啊！传姑的旨意，立刻撤出京城外围的3道防线，不许一兵一卒出城应战。殿下，撤出防线，那岂不是把京城拱手相让？闭嘴！传令下去，大开京城北门，姑要亲自在城头会会这5万叛军。殿下，他们来了。
这是唱的哪一出？空城计？豫园诡计多端，城内必定埋伏了重兵，绝不能贸然冲锋。豫园，你少装神弄鬼，交出兵权新政的诏书，本王可保你全尸。就凭你们这群蠢货，也配跟姑谈条件？捡起来，好好看看你们的催命符。上面写了什么？梁，我们的12条地下粮道全被阿哥切断了。京城的大门姑已经替你们打开了，进城可以，但你们出得去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他早就布好了一切，没有粮草，城内又布满暗格杀手，我们这5万人进去就是待宰的羔羊。罪臣平阳王愿交出兵权，恳请太子殿下饶命。殿下，喝口热汤吧。听闻城外5万大军不战而退，殿下一人便护住了整个京城。他们退兵，并非因为孤一人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死。门阀也好，藩王也罢，这天下人的骨头都是软的，只要孤的刀够快，规矩够严，他们就只能跪着。从今日起，天下兵马尽归东宫，谁也别想再伤你分毫。别等了，平阳王等3位藩王已经交出兵符，5万大军不战不降，你最后的指望已经彻底灰飞烟灭了。玉渊，你赢了，你彻底赢了！玉渊，你赢了，你彻底赢了！殿下不仅赢了，还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所倚仗的一切是如何灰飞烟灭的。殿下，这是暗阁最新汇总的天下财粟与兵马大账。说具体些，江南盐铁、两淮漕运等8大命脉已尽数归于东宫。如今殿下掌控的财富，占天下岁入60%，是其余皇子总和的100倍。天下兵马更是他们的10倍，6部9京之中，7成已换为咱们的旧部。100倍，10倍，殿下，这差距已是天壤之别，难道还不？孤要的不是差距，孤要的是断层。孤要这天下，无人能望孤相背，连追赶的资格都没有。殿下圣明，暗阁即将殿下之志贯彻9州。殿下，东宫西侧扩建宫地外，有一群闲汉煽动百姓闹事，声称东宫强征民宅。闹事？殿下，属下已派人查明，带头之人是萧瑾的远房表兄，他暗中截留了东宫下发的补偿款，企图借此抹黑东宫。把人带进来。我是皇亲国戚，你们敢抓我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东宫强征民宅，太子就不怕天下人耻笑？翻开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我司库的账目？你煽动闲汉闹事，截留百姓补偿款，暗中与截留余党勾结，3条死罪，孤成全。殿下饶命！我是受人指使的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
求殿下放过我的家人。你构陷东宫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你的家人？传令下去，萧城一脉，全族抄家，流放边疆，9族之内，永不入狱。饶命啊！殿下饶命啊！传令下去，3日后大朝会，孤要重立这天下的规矩。今日大朝会，孤要宣布32条新规。第1条，天下官员3年一考，不合格者罢黜。第2条，豪门饮田，限期自首，逾期充公。第3条，藩王兵权永归朝廷，敢有私蓄兵甲者，诛9族。第32条，自即日起，天下诏令皆出东宫。父皇，请用印。准奏。陛下圣明，太子殿下千岁。殿下，小人当年有眼无珠，求殿下开恩，赏小人一口饭吃吧。封大人，求您帮小人通传一声。殿下说了，当年你让他滚，今日他让你滚，再敢靠近东宫半步，杀无赦。封大人，罪臣赵屯特备百年老参前来向太子殿下请罪，求殿下给罪臣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既然他想求饶，就让他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好好回忆一下当年说了什么。殿下有令，让你把当年在宫宴上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，少一个字，今日便拔了你的舌。封大人，那都是罪臣当年的混账话，求殿下。我当年说，玉渊不过是一个流放归来的布衣，根本不配与我同堂席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当年狗眼看人低，现在知道怕了。这种无耻小人就该拖去喂狗。我还说，建议靖王殿下将玉渊逐出大殿。殿下问你，当年你落井下石的时候，可曾给他留过余地？没有。滚！抓住这女人！谁派你们来的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你们很久了，拿下！
殿下，刘向的刺客已招供，主谋是京城城南的地头蛇马三，他收受了萧锦残党的银票，企图绑架太子妃，以要挟殿下。动他者，死。传令暗阁，马三全族，今夜连根拔。全部押解，流放极北苦寒之地。若有反抗者，就地格杀。殿下，马三的事，舒梅都听说了。为了舒梅，殿下又要背上残暴的骂名。你是孤的底线，谁敢触碰，孤便让他九族尽灭。为你，一切都值得。说法，孤的新规，哪一条乱了法？殿下强收藩王兵权，更换边军将领，导致军心不稳，难道不是乱法？哼，愚蠢！边军换将前，每年哗变10余起，军饷被贪墨过半。换将之后，1年之内无一起哗变。这些实情，你们这些只知死读书的书呆子，去兵部查过吗？孤再问，大晋会典第3卷第10条写的是什么？这第3卷17条，学生记不清了。哼，连会典都没读透，也敢来东宫狂吠，全都给孤滚回去！将会典抄写100遍，少一个字，革除功名。摆驾大理寺，这天下的刑狱大权，孤今日也要一并收。河间府刘氏杀夫案，凶器剪刀上的指纹不符，死者伤口角度异常，如此明显的疑点，竟然判了凌迟。殿下息怒，这是前任官员留下的积案。废话，立刻重审，传仵作重新验尸。今日之内，孤要看到真相。从今日起，大理寺立下铁规，命案7日必破，冤案一旦查实，当即平反。谁敢玩忽职守，孤让他全家进死牢。谨遵太子殿下令。看看吧，殿下给你的最终裁决。终身圈禁，终身圈禁！玉安，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！啊！殿下独揽6部大权，若无朝堂制衡，长此以往，必生祸端。臣恳请殿下还权于内阁。制衡？5年前，孤被构陷流放，满朝文武，谁来制衡了？藩王拥兵自重，鱼肉百姓时，你们这些清流，谁去制衡？你跟孤谈制衡？等你坐到孤的位置，再来狂吠。殿下，那个陈启为何不杀了他立威？跳梁小丑罢了，孤留着他，
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着孤是如何将这天下一寸一寸握在手里。跳梁小丑罢了，孤留着他，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着孤是如何将这天下一寸一寸握在手里。殿下的规矩，就是这天下的规矩。吏治败坏久矣，孤决意增设御史台巡查使，代天子巡狩，监察天下百官。诸位可有异议？殿下，臣有异议。说。殿下增设巡查使监察天下，敢问殿下，这巡查使若有了徇私舞弊之心，又该由谁来监察？如此大权独揽，岂非是朝堂地法于无物？你老臣来监察。太傅大人，您不是早就治术了吗？老臣治世，不是死了。你问巡查使由谁监察？老臣这把老骨头够不够格？太傅大人自然够格。可这不合规矩。先帝赐老臣龙头拐杖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。韩世义，你要不要拿脑袋试试老臣的规矩？臣不敢，臣妄言，求殿下恕罪，求太傅恕罪。妄议朝政，出言不逊。属下在。摘去乌纱，交吏部议处，永不录用。走。殿下整顿吏治，老臣愿以残年余力为殿下镇守这巡查使之责。太傅高义，孤心甚慰。殿下，韩涛已被押入大牢，他背后的几名新贵也都吓破了胆，闭门谢客。吓破胆还不够，杀鸡儆猴，猴子若装睡，那就把整座山都是。殿下的意思是？传孤的旨意，3日后东宫设宴，京中7品以上官员必须全部出席，谁敢称病，革职查办。属下遵命。我要的是从今往后，这朝堂上再无人敢不知深浅。今日设宴，孤指定3条规矩。第一，从今往后，朝堂选官不看门第，唯才是举。吏部遵旨。第二，官员升迁不看资历，只看政绩，能者上，庸者下。吏部遵旨。第三，这大晋的朝堂只有孤的规矩，谁敢拿祖荫说是韩涛，就是下场。臣等谨遵太子殿下教诲，万死不辞。喝吧。殿下，这是暗阁花了3天时间摸划出的皇室旁支名册，共计347人，其中有17人曾暗中为萧瑾提供过财力支持。吃着大靖的俸禄，却在背后挖大靖的墙角。备马，去宗人府。是。宇垣，我可是先帝亲封的郡王，你敢深更半夜抓我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祖宗法度？祖宗法度，孤现在就是法度。念。赵氏子弟17人勾结逆党，削去宗宿身份，即可收押。其余庸弱无能者180人，停发一切俸禄，自生自灭。俸禄，你不如杀了我！我是皇亲国戚。不错。宗室只是开始，接下来该轮到那些门阀勋贵。暗阁统领封词，户主有功，擢升东宫首席幕僚，赏封地3000亩，白银10000两。属下誓死追随殿下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暗阁副统领始末，属下在。即日起擢升你为暗阁统领，这把刀孤交给你了，别让他钝了。属下必让暗阁之名成为天下叛逆的梦魇。这可是我。殿下，北境3王已交出兵权，
可这封地俸禄被断，王府上下几千口人实在难以维系，恳请殿下恢复一二。恢复俸禄，孤没有抄了他们的家，已经是念在同宗之下。殿下，这等同于绝了藩王们的生路啊！想要生路，孤给。传孤旨意，自即日起，所有藩王袭罔替之制废，改为降等袭爵。3代之内若无功于社稷，一律差夺爵位，贬为庶。降等袭爵，3代未泯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，想活命就老老实实做个大晋的顺民，滚！求太子殿下开恩，赏小人一个官职吧！殿下有令，东宫重地禁止攀附，违者乱棍打出，收押刑部。给我轰走！这天下的规矩终于立稳了。